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妻子林婉说和客户在威斯汀谈生意，发来的定位却是一家以私密和浪漫著称的情侣主题酒店。秘境，我的心在那一刻沉到了谷底。结婚3年，我自认对她百依百顺，将她宠成了公主。我一手创立的公司稳定后，更是将大部分股权悄悄转到了他的名下，只为给他一份心安。而他就是这样回报我的。我捏着手机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，屏幕上那个闪烁的红点像一根烧红的钢针，狠狠刺入我的眼睛。我立刻驱车前往秘境。这家酒店很巧是我的产业，是我当初为了纪念我们的爱情，特意收购并按他的喜好重新设计的。酒店的名字秘境，寓意安谧仙境，也是他曾无意中提过的，说那是他梦想中的2人世界。现在想来，真是莫大的讽刺。我直接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，乘坐专属电梯到了总经理办公室。向总，您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总经理刘毅看到我，立刻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，查一下，一个叫林婉的客人开了哪个房间？我的声音冷得像冰。刘毅不敢怠慢，立刻在电脑上操作起来，查到了，向总在2701房，是用一位叫王浩的先生的身份证登记的，刚入住不到半小时。王浩，我当然知道他是谁，林婉的顶头上司，一个油腻又自大的中年男人。林婉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抱怨过他职场骚扰，说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占他便宜。为此，我曾想让他辞职，我养得起他，可他却说不想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家庭主妇，要有自己的事业。原来他口中的事业就是和上司一起开房，把2701的总卡给我。我面无表情地伸出手，向总，这……刘毅有些为难，但看到我杀人般的眼神，他没敢再多问，迅速从保险柜里取出总卡，递给了我。我拿着卡，一步步走向2701。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吸收了所有的声音，只有我沉重的心跳声在耳边轰鸣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我这3年婚姻的坟墓上。站在2701的门口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刷卡。滴的一声轻响，门开了。房间里的景象正如我最不堪的预想。巨大的圆床上，2具身体纠缠在一起，男人粗重的喘息，女人娇媚的呻吟，像最肮脏的噪音，污染着我的耳朵。我的妻子林婉，那个在我面前永远清纯可人的女人，此刻正满面潮红地躺在另一个男人的身下。听到开门声，床上的2人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猛地分开，手忙脚乱地抓过被子遮挡身体。林婉看到我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，瞳孔里充满了惊恐和慌乱。向远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而那个叫王浩的男人，在最初的惊愕过后，竟然很快镇定了下来。他甚至还带着一丝轻蔑的笑容，慢条斯理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用被子围住下半身，点燃了一支烟。你就是林婉的老公？他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挑衅和不屑。长得人模狗样的，可惜不太行啊，不然小婉也不会来找我了。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嚣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林婉，声音因为极度的愤怒而有些嘶哑。你不是说在威斯汀谈客户吗？我是。林婉眼神躲闪，语无伦次。是王总说这边环境好，换个地方。我们真的只是在谈工作，这种时候了，他还在撒这种低级的谎。
王浩在一旁嗤笑出声，吐出一口烟圈，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说道：“行了，兄弟，别自欺欺人了。男人嘛，大度一点。你看你，把小碗下得，不就是玩玩吗？你要是缺钱，开个价，我给你。”他似乎觉得我能找到这里，最多也就是个有点小聪明的跟踪者，识相的，现在就滚出去，当什么都没看见。他嚣张地指着门外，我可以当这件事没发生过，别逼我动手。告诉你，这家酒店我熟得很，这里的安保经理是我哥吗？是吗？我终于将视线从林婉身上移开，落在了王浩那张肥腻的脸上。我点点头，像是认可了他的说法，然后我拿出手机，当着他们的面拨通了酒店总经理刘毅的电话，并且按下了免提键。喂，向总。刘毅恭敬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。刘总。我的声音平静，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。立刻通知保安部，派4个最壮的保安上来，把2701的这位王浩贵客，连同我这位不忠的妻子，以涉嫌卖淫嫖娼的名义给我请出去。记得是请，动静可以大一点，让所有人都看看。电话那头的刘毅愣了一下，但马上应道：“好的，向总，我马上安排。”王浩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手里的电话，又看看我，而我则缓缓地收起手机，对着他露出了一个冰冷的笑容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向远，这家秘境酒店的唯一持有人。王浩脸上的嚣张瞬间凝固，转变为震惊、错愕，最后是不可思议的恐惧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这家酒店的老板？他的声音都在发颤。林婉也惊呆了，他张着嘴，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一样。他当然知道我有些钱，但我从未告诉过他，我的产业已经扩展到了酒店领域，更没告诉他秘境是我的。我原本想在结婚3周年纪念日的时候，将这家酒店作为礼物送给他，给他一个惊喜。现在看来，只有惊没有喜了。你不可能，你就是个搞软件的。王浩还在嘴硬，但他那犹疑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他内心的恐慌。我懒得再跟他废话。很快，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。刘毅亲自带着4个穿着黑色制服、身材魁梧的保安冲了进来。向总。刘毅对我恭敬的一躬身，我抬了抬下巴，示意了一下床上的2个人，就是他们，带走。是。2个保安立刻上前，一把掀开王浩身上的被子，他光着身子，像一头待宰的肥猪，惊恐地尖叫起来：“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敢动我？我告诉你们，我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保安粗暴地架了起来。另一个保安拿起他扔在椅子上的衣服，直接塞进他怀里。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王浩还在徒劳地挣扎，另外2个保安则走向了林婉。林婉吓得魂飞魄散，他一把抓住我的裤腿，哭着哀求道：“向远，老公，我错了，你让他们走，求求你了，不要这样，家丑不可外扬啊。”家丑！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。你和他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家丑2个字？现在跟我谈家丑，晚了！我一脚甩开他的手，对保安命令道：“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也带走！”保安不再犹豫，上前将裹着被子的林婉也架了起来。他的哭喊声、王浩的咒骂声以及保安的呵斥声，在房间里交织成一曲混乱又刺耳的乐章。他们被请出房间，一路从27楼的走廊请进了员工电梯，
然后从酒店后门被扔了出去。刘毅特意打开了走廊所有的监控，记录下了这精彩的一幕。我吩咐他把这段视频以及他们开房的登记记录都给我备份好。好的，向总，整个酒店从上到下都是我的人。王浩所谓的安保经理是哥们的笑话，根本不堪一击。在绝对的掌控力面前，他那点可怜的人脉就像个泡沫。处理完这一切，我一个人站在凌乱的2701房间里，空气中还残留着他们苟合的暧昧气息，混合着劣质香烟的味道，让我阵阵作呕。我看着那张曾经被我寄予了无限浪漫遐想的圆形大床，此刻只觉得肮脏无比。我拿出手机，给我的助理打了个电话：小陈，帮我办3件事。第一，把秘境酒店2701房间从里到外所有东西，床、地毯、窗帘全部给我换掉，烧了。第二，立刻联系我名下所有房产的中介，我要出售位于云顶天峰的那套房子。第三，帮我约一下张律师，我要谈离婚，越快越好。云顶天峰就是我和林婉现在住的婚房，那是我们结婚时我全款买下的，写了我们2个人的名字。当时的我天真的以为加上他的名字就能给他带来安全感，现在我才知道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给的再多也满足不了一个已经变了心的人。我从酒店出来，没有回家，那个家现在对我来说也是个肮脏的地方。我在公司通宵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，律师团队就到了我的办公室。为首的张律师是业内顶尖的离婚律师，我花重金聘请的。向总，您的诉求我已经了解了。张律师推了推金丝眼镜，语气专业而冷静。根据您提供的情况，林婉女士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是过错方，但在财产分割上，即便她是过错方，法律上也很难让她净身出户，尤其是在婚后共同财产的分割上，比如您提到的那套房产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，所以我的要求是让她主动放弃所有财产，净身出户。张律师愣了一下，向总，这个难度非常大，除非你有他绝对无法反驳的把柄。把柄？我当然有。我将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，这是我公司的股权结构。3年前，我将名下60%的股份无偿赠予了林婉。张律师拿起文件，越看越心惊。向总，您这太冒险了。现在您只占40%，他才是公司的最大股东。如果他不同意离婚，或者在财产分割上狮子大开口，您会非常被动。他甚至可以召开股东大会，罢免您的职务。我知道，我靠在椅背上，神情看不出喜怒。这份股权赠与协议是我婚后给他的，现在我要把它拿回来。根据民法典的规定，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赠与，在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，但您这个股权已经完成了工商变更，权利已经转移了，想撤销赠与几乎不可能。张律师的眉头紧紧锁了起来，我看着他，缓缓开口：张律师，你看一下赠与协议的最后一页，有一条附加条款。张律师立刻翻到最后一页，当他看清那条附加条款的内容时，他的眼睛猛地亮了。那是一条忠诚协议，内容很简单，受赠方林婉必须保证在婚姻存续期间对赠与方向原保持忠诚，如若违反，赠与方有权单方面无条件收回所有赠与股份。当初签这份协议的时候，林婉看都没看
就签了字。他笑着说：“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这种东西根本不需要。”他以为那只是我的一句玩笑，一份形式，可他不知道，商场如战场。我向远从不做没有准备的事，尤其是在面对我最重要的资产时。张律师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。向总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就有了绝对的主动权。这份忠诚协议具有法律效力，只要我们能拿出他出轨的证据。我这里有。我将一个 U 盘放在桌上，酒店的监控视频、开房记录，够不够？够了，太够了！张律师几乎要拍案叫绝。向总，您放心，这一仗我们赢定了。我看着窗外，天已经大亮。林婉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我就接到了林婉的电话。她的声音充满了哭腔和悔意，不再是昨天那种惊慌失措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是被王浩那个畜生给骗了，他给我下了药，我根本就不是自愿的。他开始熟练地运用他最擅长的武器——示弱和谎言。下药？我冷笑一声。那酒店走廊的监控里，你可是和他有说有笑，手挽着手进的房间。林婉，这种谎言你自己信吗？电话那头的他呼吸一滞，他没想到我竟然还有监控。向远，我们3年的夫妻感情，难道就抵不过我一次犯错吗？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立刻辞职，再也不见那个王浩了。他开始打感情牌。夫妻感情？我反问，你在别的男人身下婉转承欢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我们3年的夫妻感情？他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。林婉，别演了，我们谈谈离婚的事吧。我不想再听他那些虚伪的辩解。一听到离婚2个字，他的声调立刻尖锐起来。离婚？向远，你休想！我不同意，我不会离婚的。不同意？我笑了。那我们就法庭上见，到时候我会在法庭上公开播放你在酒店走廊和王浩亲热的视频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公司的人，我也会邀请一些来旁听的，让大家看看他们市场部的林总监私下里是什么模样。你敢？他气急败坏地吼道。你看我敢不敢？我的声音冷酷到底。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我知道他在权衡利弊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是一个极度爱面子的人。如果让他在公司里社会性死亡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过了许久，他终于妥协了，但语气里充满了怨毒和不甘。好，向远，离婚可以，但是财产必须平分。云顶天峰的房子我要一半，还有你公司的股份，那60%是我的，一分都不能少。他终于露出了他最真实的目的。是吗？我轻笑一声。林婉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名下那60%的股份是怎么来的？是你赠予我的，已经完成了工商变更，那就是我的合法财产。他理直气壮地说。那你也应该记得，我们签过一份附加协议。什么协议？我不记得了。他开始耍赖。没关系，我会让我的律师把协议副本寄给你，帮你好好回忆一下。我慢悠悠地说，协议里写得很清楚，只要你婚内出轨，我就有权收回全部股份。你觉得法官会支持谁？电话那头再次死一般的寂静。我能想象得到他此刻脸上该是怎样一副震惊和愤怒的表情。他机关算尽，却没料到我早就给他挖好了一个坑。向远，你算计我？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可置信。我算计你？我反问，到底是谁在算计谁？林婉，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和王浩
不是1天2天了吧？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？这3年，我不是没有察觉到异常。他越来越频繁的加班，越来越昂贵的包包和首饰，还有他手机里那些刻意删除的聊天记录。我只是在自欺欺人，总觉得他会回心转意。我给了他无数次机会，直到昨天，我才彻底醒悟。对一条喂不熟的白眼狼，任何仁慈都是愚蠢。这一次，林婉是真的慌了。他意识到，如果失去了股份，他将一无所有。向远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他开始歇斯底里。我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你，我为你付出了3年，你就这么对我？你的青春？我笑了，笑得无比讽刺。你的青春？难道不是一边享受着我给你提供的优渥生活，一边躺在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吗？林婉，我给你2条路。我下了最后的通牒。第一，协议离婚，你净身出户，主动放弃所有财产，包括那套房子和全部股份，我给你留最后一丝体面。这件事到此为止。第二，我们法庭见。我会让你声名狼藉，一无所有，到时候你不仅什么都得不到，可能还要背上一笔官司，你自己选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我知道他会选第1条，因为他输不起。接下来的1周，风平浪静。张律师那边很快就拟好了离婚协议，寄给了林婉。他没有再联系我，也没有任何回复。我猜他应该是在和他的好上司王浩商量对策，而我则开始着手处理公司的事情。我要收回股份，必然会引起公司的震动，我必须提前做好准备，安抚好其他股东和高管。这1周，我忙得脚不沾地，几乎是以公司为家。这种忙碌反而让我暂时忘记了被背叛的痛苦。整个人都处在一种高速运转的紧绷状态。1周后的一个下午，我正在开会，张律师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紧急电话：向总，不好了，林婉那边有动作了。张律师的语气非常焦急。他怎么了？他刚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不是离婚诉讼，而是财产确权诉讼。我心里一沉，什么意思？他声称，您当初赠与他的60%的股份，并非单纯的赠与，而是对他在这3年婚姻中，利用他的家世背景和人脉资源，帮助公司发展的报酬。他要求法院确认，这部分股份是他的合法劳动所得，而不是赠与财产。这样一来，那份忠诚协议就对他无效了。我握着电话的手猛地收紧，好一招釜底抽薪。林婉的家境确实不错，他的父亲是某单位的一个小领导，但那点人脉对我公司的发展可以说是微乎其微。但这3年来，他确实以老板娘的身份出席过一些商业活动，也介绍我认识过一些人。现在这些都成了他口中所谓的报酬的证据。他这是要将脏水泼到底，彻底颠倒黑白。向总，更麻烦的是，张律师的声音更加凝重。他的代理律师是业界有名的常胜将军孙明。这个人最擅长打这种财产纠纷的官司，手段非常多，而且他刚刚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证据，说是林婉怀孕了。什么？我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整个会议室的人都惊愕地看着我。怀孕了？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是的，怀孕6周。他们提交了医院的孕检报告。向总，这一下我们彻底被动了。张律师的声音充满了无奈。如果她真的怀孕了，在法律上，法院会倾向于保护孕妇和胎儿的权益，在财产分割上会向她进行极大的倾斜，而且在哺乳期内，除非
他有重大过错，男方是不能提出离婚的。我们的重大过错证据就是出轨，但是现在他把出轨和怀孕这两件事绑在了一起。他可以说他是酒后乱性，或者被强迫的。他肚子里的孩子有可能是您的，只要他一口咬定孩子是您的，在孩子出生做亲子鉴定之前，谁也无法确定。而这段时间足够他利用怀孕这张牌，把舆论和法官的同情心都拉到他那边去。到时候别说收回股份，您恐怕还要支付巨额的抚养费和赔偿。我挂了电话，浑身冰冷。我怎么也想不到林婉竟然会使出这么阴狠的一招。他是在赌我对这个孩子会有一丝心软，赌法律对孕妇的保护，会成为他的护身符。好，真是好得很。我慢慢地坐回椅子上，心中的愤怒已经燃烧到了顶点。林婉，你以为怀孕了就能拿捏我？你太小看我向远了。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，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，俯瞰着城市的车水马龙。怀孕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，将我所有的计划都炸得粉碎。我的脑子飞速运转，6周，从时间上推算，这个孩子有可能是我的，也有可能是王浩的。林婉现在抛出这个消息，用心极其歹毒。她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犯了错但已经怀上丈夫孩子的弱者形象，以此来博取同情，并最大化的攫取利益。如果我态度强硬，执意离婚，就会被扣上抛弃怀孕妻子的渣男帽子，在舆论和道德上都处于下风。如果我念及旧情，或者顾及孩子，暂时妥协，那正中他的下怀。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巩固他在公司的地位，甚至联合王浩将我彻底架空。这是一步险棋，也是一步毒棋。他算准了我向来爱惜羽毛，注重名声，可他算错了一点，兔子急了还咬人，更何况是我。当一个人被逼到绝境，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我拨通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号码。喂，是黑鹰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沙哑的事，帮我查2个人，林婉和王浩，我要他们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一切事无巨细。我说，老板，价格不是问题。好，3天后给你消息。黑鹰是我以前在创业初期花重金聘请的私家侦探，能力很强，路子很野，只要给钱就没有他查不到的东西。公司步入正轨后，我就很少再联系他了。现在是时候让他重出江湖了。挂了电话，我内心的狂怒反而慢慢平息下来，取而代代的是一种彻骨的冷静。林婉，王浩，你们想玩，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第2天，我主动给林婉打了电话，听说你怀孕了。我的语气很平静，电话那头的他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快联系他，而且语气如此平静。他迟疑了一下，才用一种带着些许委屈和期盼的语气说，向远，是我们的孩子，是吗？我轻笑一声，孩子是无辜的，在你生下孩子之前，我不会再提离婚的事。你需要什么，跟我说，我会按时把钱打到你卡上，好好安泰。我的反应显然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，他沉默了很久，似乎在判断我话里的真伪。向远，你真的肯原谅我了？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试探。我不是原谅你，我是为了孩子。我说，在你怀孕期间，云顶天风的房子你继续住。另外，你不是说那60%的股份是你的报酬吗？我暂时不跟你争，公司的分红我会一分不少的打给你。我每说一句，都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林婉
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。他一定以为我服软了，他一定以为他赢了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他的声音立刻变得娇媚起来，仿佛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一家三口重新开始。我淡淡的应了一声，挂了电话，听着手机里的忙音，我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冷。林婉，你真以为我会这么天真？你想要钱，要股份，要房子，可以，我全都给你。我要让你在得到一切的时候，在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化为泡影。我要让你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完全扮演了一个悔过自新的好丈夫。我让助理定期给林婉的卡上打去一笔不菲的营养费，公司的季度分红数额巨大，我也让财务一分不少地转给了他。我甚至还主动去云顶天峰看过他一次，给他带去了很多名贵的补品。他住在那栋豪宅里，花着我的钱，享受着顶级的生活，整个人都容光焕发。他看我的眼神不再是恐惧和怨恨，而是充满了胜利者的炫耀和怜悯。他大概觉得我已经被他彻底拿捏了。而王浩自从那次在酒店被我羞辱后，就消失了一段时间。我猜他是被林婉藏起来了。现在林婉大获全胜，他也重新冒了出来。我甚至通过黑鹰的监控，看到他偷偷摸摸的去云顶天峰找过林婉几次。两人在我买的房子里花着我的钱，继续着他们的苟且，而我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。我每天准时上下班，处理公司事务，就像一个真正的工具人。公司的几个老股东看我如此窝囊，都有些替我着急，私下里找我谈过几次。向总，你怎么能这么由着那个女人？她都快把公司搬空了。是啊，向总，他现在仗着自己是最大股东，在公司里安插了好几个他的人，对我们这些老家伙指手画脚。再这样下去，公司就要易主了。我只是安抚他们，稍安勿躁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相信我，他们在等，我也在等，等一个最佳的时机，等黑鹰的调查结果，等林婉肚子里的那块免死金牌露出它真正的面目。终于，在我几乎要失去耐心的时候，黑鹰的电话来了。老板，东西查到了，非常精彩。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。发给我一个加密文件，很快发送到了我的邮箱。我关上办公室的门，点开了文件，里面的内容远比我想象的还要颠覆我的三观。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林婉和王浩的一切，他们竟然是大学同学，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是情侣。王浩当时是学生会主席，家境优越，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而林婉则是一个从3线小城市考上来的普通女孩。为了能配得上王浩，为了能挤进他那个圈子，林婉不惜一切。毕业后，王浩靠着家里的关系进了一家不错的公司，一路高升，而林婉则进入了社会的大染缸。文件中有一段特别的记录，林婉大学毕业后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。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比她大10几岁的拆迁户，非常有钱，但长相丑陋，也没什么文化。林婉嫁给他不到1年，就以感情破裂为由离婚，并从那个男人手里分走了一大笔财产，而这笔钱大部分都流向了王浩的账户。当时王浩正在创业初期，需要一笔启动资金。看到这里，我浑身的血液都快凝固了。原来我不是第一个，他们的套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，而我向远只是他们选中的第2个，或者说
第 N 个目标。文件继续往下翻。3年前，王浩的公司资金链断裂，濒临破产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林婉通过一次商业酒会偶遇了我。那时的我，公司刚刚起步，但前景光明，手头也有一笔不菲的现金。他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他温柔、体贴、善解人意，完美的契合了我对另一半的所有幻想。我很快就沦陷了。现在想来，那一切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他的每一次微笑，每一次关怀，背后都贴着价格标签。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为了金钱的阴谋，而我像个傻子一样掏心掏肺的爱了他3年。最让我感到恶心的是文件的最后一部分，那是关于她这次怀孕的。黑鹰查到林婉向法院提交的那份孕检报告是真的，但是就在她拿到报告的第3天，她去了一家私人诊所。那家诊所的记录显示，林婉因意外摔倒导致早期流产，并做了清宫手术。手术的日期就在她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前一天，也就是说，她拿着一张真实但已经过期的孕检报告，对我、对法院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。她根本就没有怀孕，她只是在利用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胎儿来诈骗我的财产。看到这里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一拳狠狠地砸在了办公桌上。巨大的声响震得桌上的文件都跳了起来。无耻、卑鄙、下作，我已经找不到任何词语来形容这对狗男女的行为了。他们已经完全突破了人性的底线。我闭上眼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在睁开时，眼中只剩下冰冷的杀意。林婉、王浩，你们的死期到了。我将黑鹰发来的所有资料，包括林婉和王浩大学时期的关系证明，他们之间的银行流水记录，林婉第1段婚姻的内幕调查，以及最关键的那家私人诊所的流产手术记录，全部打印了出来，整理成了一份厚厚的卷宗。然后我拨通了张律师的电话。张律师，武器已经备齐，可以准备反击了。当张律师看到我拿出的这些证据时，他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愤怒，最后变成了一种法律从业者看到完美证据链时的兴奋。向总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离婚财产纠纷了。他激动地扶了扶眼镜，这是诈骗，是恶意串通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，骗取巨额财产。我们可以告他诈骗，告，当然要告。我的声音冷得像12月的寒风。但是在告之前，我要让他把吃下去的东西连本带利的全都给我吐出来。我明白了。张律师点点头。向总，你想怎么做？下周不是要开年度股东大会吗？我看着窗外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。就在那天，把戏演到最高潮。您是想在股东大会上公开这一切？张律师倒吸一口凉气。没错，我说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他们推崇的林总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我要让他在最风光、最得意的时候，从云端直接坠入地狱。这几天，林婉春风得意到了极点。他以最大股东的身份拿到了年度股东大会的主持权。他甚至已经放出风声，要在大会上提议罢免我 CEO 的职务，由他的心腹来接替。整个公司人心惶惶，所有人都以为向远要被彻底赶出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了，而林婉则会在今天正式加冕为王。股东大会当天，我特意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，打理好发型，提前半小时到达了会场。
林婉已经坐在了主位上，她穿着一身高定的香奈儿套装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小腹微微隆起，那是她刻意垫了东西伪装出来的孕肚。她看到我，眼神里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得意。向远，你来啦！她用一种施舍的语气跟我打招呼，随便找个地方坐吧。我没理她，径直走到了她旁边的位置坐下。那原本是我的位置。她皱了皱眉，但也没多说什么。在她看来，我不过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股东们陆续到齐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复杂的在我俩之间逡巡。林婉清了清嗓子，用一种他自以为很有气场的语调宣布大会开始。前面的议程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年度总结，我一直安静地听着，像一个局外人。终于到了最关键的议程，人事任免。林婉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，她站起身，拿起一份文件，朗声说道：各位股东，鉴于公司现任 CEO 向远先生近期个人状态不佳，其决策能力已严重影响到公司的未来发展，我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，在此提议罢免向远先生 CEO 的职务。话音刚落，全场一片哗然，几个老股东气得脸色发青，刚要开口反驳，就被我用眼神制止了。林婉看着我的反应，脸上的笑意更浓了。他似乎很享受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。我提议由市场部的王总监接替 CEO 一职。王总监能力出众，经验丰富，相信在他的带领下，公司一定能再创辉煌。他话音未落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他的心腹王总监，也就是王浩，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，满面红光地走了进来。他走到林婉身边，向各位股东鞠了一躬，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令人作呕。谢谢林董的信任，谢谢各位股东的支持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打断了。我反对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，瞬间让整个会议室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林婉脸色一变，冷声道：向远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，投票权是按股份算的，你那点股份，反对无效，是吗？我笑了，我站起身，不急不缓地走到投影仪前，将我带来的 U 盘插了进去。在投票之前，我想请各位股东看一些有趣的东西。我按下了播放键，第一份文件出现在大屏幕上，是林婉和我签署的那份股权赠与附加协议，上面关于忠诚条款的部分被我用红线标了出来。林婉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向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厉声喝道。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提醒一下林董，你名下那60%的股份是有前提条件的。紧接着我播放了第二段内容，那是秘境酒店2701房间门口的走廊监控，高清摄像头下，林婉和王浩手挽着手，动作亲昵，嬉笑着走进了房间。虽然没有房间内的画面，但孤男寡女进入情侣酒店意味着什么？在场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王浩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，股东们开始窃窃私语，看向林婉和王浩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不屑。这是伪造的。林婉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向远，你为了陷害我，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伪造？我冷笑一声。那我们再来看点更有趣的。屏幕上画面切换，这一次是林婉和王浩的大学合照，两人亲密地搂在一起。然后是他们之间长达数年的银行流水记录，一笔笔巨款从林婉的账户流向王浩，最后
是关于他第一段婚姻的调查报告，以及那位被骗得人财两空的前夫的血泪控诉。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这惊天大瓜给镇住了。原来，所谓的老板娘，所谓的第一大股东，不过是一个伙同老情人，靠着骗婚敛财的捞女。林婉的身体开始摇摇欲坠，她指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她的脸色惨白如纸。各位，我环视全场，声音清晰而有力。现在你们还觉得这样一个道德败坏、满口谎言，甚至可能涉嫌商业诈骗的人，有资格做我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吗？他所谓的股份，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的赃物。你胡说，你血口喷人！林婉终于崩溃了，她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。她猛地转向在场的股东，挺了挺她那伪装的孕肚，哭喊道：“你们不要信他，他这是在报复我，因为我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他不想要我了，就想把我的一切都夺走。可是我也是受害者啊，我一个女人，我能怎么办？我现在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啊！”他又想打出最后一张王牌。孩子，在场的股东们有些心软的，已经露出了同情的神色。孩子，我看着他笑了，笑得无比悲凉，又无比残忍。林婉，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我按下了遥控器的最后一个按钮，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份来自天使私人妇产诊所的医疗报告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患者林婉，诊断早期流产，手术项目清宫术，手术日期明明白白地标注着，那日期就在她向法院提交怀孕证明之后，就在她开始向我索要天价营养费之前。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整个会议室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像刀子一样挂在林婉和王浩的身上。不是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林婉看着屏幕上的报告，仿佛看到了魔鬼。她疯了一样的冲向投影仪，想要关掉它，却被我请来的保安死死地按在了地上。她所有的伪装，所有的谎言，在这一刻被我撕得粉碎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她最后的也是最恶毒的一张底牌彻底失效了，而且是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。她不仅骗了我，还欺骗了法律，利用一个已经逝去的无辜生命作为她敛财的工具。这已经不仅仅是道德沦丧，而是人性泯灭。我走到她的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就像当初在酒店里她跪着求我那样。林婉，我的声音里不带一丝情感。游戏结束了。话音刚落，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。这一次走进来的是2名穿着制服的警察，以及我的律师张律师。警察走到已经瘫软如泥的林婉和王浩面前，出示了证件，声音威严而冰冷。林婉、王浩，你们涉嫌一起巨额财产诈骗案，请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。林婉和王浩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，整个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彻底变成了一场公开处刑。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，他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。欺诈、伪造证据、骗婚，桩桩件件都足以让他们在牢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。尤其是林婉，她利用虚假怀孕信息企图骗取巨额财产的行为，情节极其恶劣，罪加一等。他名下那60%的股份，因为其来源的非法性以及忠诚协议的效力，被法院全部判还给了我。他霸占着的云顶天峰的房子，也因为他婚内出轨并存在欺诈行为，在离婚判决中，我没有给他留一分一毫。
他从我这里骗走的所有钱，包括那些分红和营养费，法院判令他全额返还。当然，那些钱早就被他和王浩挥霍一空，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牢狱生涯和沉重的债务。而王浩不仅要面临牢狱之灾，他的名声也在业内彻底臭了。他所在的家族企业为了撇清关系，第一时间将他除名，并登报声明与他断绝一切关系。他们精心策划了多年的骗局，最终换来的是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处理完这一切，我重新坐回了公司 CEO 的位置，100%控股，再无后顾之忧。那些曾经摇摆不定的股东，如今对我敬畏有加。我以雷霆手段清理了林晚安插在公司里的所有蛀虫，公司重新回到了正轨，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上发展。几个月后的一天，张律师告诉我，林晚在狱中托人带话，说想见我一面。我拒绝了，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。听说他在里面过得很不好，失去了所有的光环和财富。昔日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如今成了一个谁都可以踩一脚的阶下囚。她精神几近崩溃，整日以泪洗面，嘴里念叨的全是后悔。可这世上从来没有后悔药，她种下的恶因就必须自己吞下这枚恶果。至于我，虽然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背叛，但我没有沉沦。我卖掉了云顶天峰那套房子，因为它承载了太多肮脏的回忆。我也将秘境酒店的名字改成了启航，寓意着告别过去，重新开始。那天，我站在启航酒店顶楼的套房里，看着窗外璀璨的夜景，手机响了，是我的助理小陈。向总，今晚有个慈善晚宴，您看去？我说，生活还要继续。我亲手埋葬了我的爱情和婚姻，也亲手惩罚了那些背叛我的人。我失去了曾经以为的全世界，但我也重新夺回了属于我的一切，并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。从今往后，我的世界里只有事业和自己。不圣母，不原谅，不回头。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必须付出他们应付的最沉重的代价。这才是我向远给这段不堪的过往画上的最爽的句号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